今天我要開箱我的工作室，因為訂閱突破66666，很久了。但國王沒忘記，只是遲到。今天要介紹工作區、倉庫區、休閒區，還有推銷如何買樂高零件的會員影片，準備好了嗎？長。說故事之前，要先來分享一件事。國王最近生病了，要坐着睡覺，體重掉了9公斤，剩下48.7。什麼？我昨天測還有49.5哎，導致我只好穿王後的衣服，王後只好穿我的衣服。這個病呢，就是胃食道逆流加強版，食道被胃酸灼傷，食道的細胞產生病變，所以我只能吃非常健康的食物。為了正常的飲食，我只能每天自己煮。王後下班也吃我煮的東西，結果她也變瘦了，我真沒想到。有村民會跟國王一樣有強迫症，會把飯弄成圓圓的嗎？開動。首先呢，要把蛋放在飯上面。最近就是吃這些沒有味道的東西，然後我度過了大概2個多月左右。最多的調味就是鹽巴。醫生叫我每口都要咬50下，然後他自己說完，補了一句：“怎麼可能？我一咬10下就已經超累，怎麼可能50下？”好久沒有拍片了，我覺得我等一下開工的時候什麼都忘記了。吃飽了，國王在這邊建議每家都應該要有洗碗機，這是國王跟王後維護夫妻關係的最大幫手。那時候胃食道逆流很嚴重的時候，我這邊胸口會很痛，然後就會一直想這樣，就這樣哦，整天，尤其吃飽的時候更明顯，這邊會超痛，那我會從這麼大力，然後到睡前就是這樣子，而且還不能睡覺，要坐着睡，就這樣坐着，或是甚至要靠一個什麼懶骨頭啊、枕頭啊，然後這樣斜的睡，超痛苦，什麼事都不能做，整天就是這邊就是跟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這邊。胸口就被我這樣擼到這邊黑色素沉澱，然後黑黑的一塊，害我現在都不敢外出裸奔。然後路邊的小孩就會說：“媽媽，你看那個人胃食道逆流。”坑，但現在好很多了，請大家原諒我。順便提一下，上次拼完學校之後呢，大家都吵着要操場，然後於是我就蓋了操場。原本覺得還可以，但是把學校放過來之後，你會發現操場怎麼這麼小，這個比例太奇怪了，所以因此先放棄。嗚呼，拆光光！嗚呼。工作室其實就是我們家的客廳啦，所以書桌就在客廳。這邊是我平常剪輯或是找資料做功課的地方。那拼樂高呢，就會在攝影棚每次拍的地方。書桌我選可以升降的，作品有時候太高，我可以調高度或者站着拼。工作室不大，大概10坪左右，常用零件會放在書桌兩側，發想作品的時候比較方便拿。左邊放的是基礎零件，下櫃放的是各顏色的基本磚。樂高顏色越來越多，越分越多層。上櫃放的是薄板平板，越上面尺寸越長，從1x1、1x2、1x3，以此類推，越左邊的就越寬，像這邊都是2凸點寬度的。至於書櫃右邊放的是科技零件與人偶相關，像我最多的微笑表情，他們住在這裡都很快樂。其他表情、衣服、上半身，甚至人偶使用的物品都在這裡。人偶頭是因為它會滾來滾去，找不到我要的表情，所以就只好分年齡，或是性別，或是像這種特殊頭，
然後來去分類，就不會找不到了。因為像有些它有雙面的，翻過來後面還會有，我就有分單雙面，然後年齡，有戴眼鏡、有鬍子的等等。如果想要看更多收納的技巧，可以在下方留言，國王會再拍一集專門講收納的影片。然後零件櫃我都是用樹德，我先說哦，這集完全沒有任何的工商，原本是設計放 A4 文件辦公用，但它很淺，不會有零件埋太深找不到的問題。我最滿意的就是這個設計，拉出來卡住，很安全，但你往上一抬，整個就可以抽出來，超棒的。它還有這種加輪子的，滑來滑去。接着，我的工作室旁邊有一小角的倉庫區，倉庫旁邊是玄關，這裡就是我的樂高倉庫，就是很少用的零件，然後它又很大量，就只好放在這邊。然後還有一些比較舊的作品，比如說101梅花鹿，都塞在這個最後面。那這一櫃呢，是我目前不會用到的零件，像每次辦活動啊，就是送給大家的，都從這邊拿出去。作品保存，我喜歡用折疊箱，因為台灣太潮濕，又太多灰塵，沒用到的時候可以折起來，省空間。東西疊太高，一定要加平板車，隨意挪動，才不會重死。而玄關的那2台更大台，是外出展覽用的。室內平板車還有這個功能，就是拿來溜，非常方便拿下排的零件，也可以並在一起放更大的東西。反正我這個工作室整個都是箱子，可折疊的、不能折疊的，可以側邊打開的、可以坐的，我試過了一大堆。如果你是做平板車、置物箱、露營用品，甚至是攝影器材，都可以來找我業配。國王需要醫療費。最後還有一個地方，跟樂高沒關係。平常在這邊運動，這些箱子是裝我的作品樂高龍山寺。我會在龍山寺旁邊跑步。我是練習當喪屍啊！好啦，其實只是很累，真的太累了。然後跑步機旁邊的這個電視，Switch 是我打電動的地方。然後剛剛說的龍山寺，然後這邊有一些合組，為什麼要這樣放呢？是因為後面實在太亂了。再給大家看一下，哎呦，討厭！至於地下這箱，是我去年年底買的零件。零件怎麼買呢？超多人問，就是這期的會員影片，歡迎加入會員，很便宜，只要75塊啦。買下去還有中型101教學可以看，未來還會有新影片啦。好，然後這個是我的算是樂高的櫃子，最後一個櫃子。這邊會放一些平常創作剩下的零件，那還沒分類，有點累，之後再分。然後下面是還沒有公開的作品，可能都會放進去。然後再來是我放相機的防潮箱，這個防潮箱我找了好久，直接符合我的櫃子比例，感謝收藏家，超搭無印良品的 SUS 層架。然後其他的生活雜物，比如說充電都會在這邊充。其實我整個家都是這個層架。當初裝潢除了廚房沒有任何系統櫃，除了覺得甲醛很臭以外，組合架比較有可以隨時調整自由的優點。其實我們家調過了很多次，因為隨着時間變化，東西不一樣，那當然櫃子的分配也會不同，所以當初才設計了這樣的空間。比如今天東西變成比較少了，那我的櫃子就可以拆掉，然後藏在床底下，這就像樂高一樣的模組化。因為工作室很小，所以我很喜歡買體積小或是可以折疊的東西，讓家裡看起來比較大。畢竟這個家住了2個人，像我的工作桌也可以折疊。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，我們家很多無印良品，空氣清淨機也是，垃圾桶也是，體重機也是，還有 bra 一堆。
因為樂高有很多顏色的關係，所以我找家具或是櫃子喜歡找白色的，才不會家裡看起來很雜，變得工作室整個都是白白的。除了 Dyson 與王後的衣服，喲，顏色好多。所以我之前有一句話，就是我把顏色留給了我的藝術，那就是樂高。當時工作室在裝潢的時候，除了浴室，其他空間都是沒有隔間的。我想把牆壁的空間省下來，畢竟牆壁差不多有10公分厚，房子已經不是很大了，然後還要放樂高，所以我只做了拉門，天花板還挑高，都是為了看起來比較大。客人來的時候就可以拉起來，太亂的地方遮起來，家人來就會變成大型客廳。還可以跳舞，完成了這個自由度很高的空間。再來，今年38歲了，我做這個行業已經12年，每年都覺得明年要失業了，結果我活到現在。接下來修養好，我會努力產影片，還有會員影片，不辜負村民、騎士、賢者，還有爸的期待。很卡哦。